你现在看到的已经是当时的存货素材了。为什么一直没有剪呢？很简单，回合的时候这个浮油炮基座太紧了，拔的时候太用力，本体飞了出去。捡起来的时候已经是断腰断腿的尸体了，刚拍的帅照瞬间变成了遗照。2月份刚出的时候，我就在强烈的关注5月在日本的时候差点杀到福冈的现场去抢，回来听说要上陆魂，不出意外的话根本就抢不过人机，一气之下海淘拍了一个回来，全部算下来要接近2900了，结果就这么一个失手，这东西就这么没了，导致我一段时间对沙扎比都有 PTSD 了。最近看陆魂出货了，价格暴跌，竟然动了想再收一个的念想，赶紧打住，把素材拿出来剪一剪，让我死一死心啊。其实这个东西5月份刚出来的时候就有副哥买回来做吐槽了，网上当时有不少的差评，但它毕竟是沙扎比，而且是除了降沙外目前唯一的合金成品沙扎比，所以我一直没有被劝退，反而因为心理预期很低呢，刚拿到手开盒的时候竟然感觉好像还行。可能是我对超合金高达这个系列的尿性已经非常的了解了吧。最开始的花毛衣背心的横滨元祖我就买过，就感觉跟 MB 和 Fix 都挺不一样的，标新立异的涂装，略带怪异的体型，能省则省的机构，但不管怎么样都一定要弄一个发光的机构上去。然而一般能发光的就一个部位，而且这个效果甚至比不过国产100块钱的奥特曼，就是你很难明白日本人对奇怪东西的执着，就好像如果产品不这么定义的话，会变成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一样。好了，那现在来看到这台超合金福冈沙，首先很明显的一点就是它这个造型就是来自 RG 的沙扎比，甚至连分色的区域也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你要照搬放大，为什么不能把全部都一起搬呢？咱就不说 RG 的爆甲结构你是一个都没有了，这个上色方案是哪个屁股当脑袋使的想出来的？金属色是用来跟哑光面混搭的吗？而且还搞这么大的一块，这脚掌分色真是太他妈突兀了，跟穿了个人字拖一样，刚拿出来的时候看到这个脚直接就笑嘻了。手腕部分也是一个尿性啊，就是如果你凑近了放大看，每个地方都跟破洞补丁了一样。反而这个后裙甲虽然完全没有涂装，但至少一整块上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分色的，还有很多的细节作为点缀，反而显得还挺好看的。但我不是说成型色就 OK 啊，转到前面去看的话，这成型色的护裆甲和两边的前裙甲的对比，真是这台沙扎比上最难看的部分了。就感觉反光的内裤穿在了外面，但是特殊的部位太大了，结果凸显了出来。其实这里仔细看会发现大腿的质感也是不一样的，因为这里是金属零件上色，结果反而这里的漆面配色更让人难以察觉。在色差分色这种玩意儿早就已经是常规操作的今天，万代却直接放弃了简单的色差，开始用质感来表现分色了。金属色喷漆面、光油面、磨砂哑光面、成型色面、金属表面喷塑料漆面，太绝了，真的太绝了。这种工艺品我上次看见还是在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只能说这种先锋艺术还是太超前了，我实在是看不懂，也不能细看。不过如果你说万代是在省颜料省漆面，这倒也并没有吧，很多这种看起来像成型色的地方，拉近了看就会发现表面是有一层亮晶晶的。没错，这里是上了光油而且打磨过的，整个本体表面其实基本没有什么完全的成型色，也就机机甲那块非常的明显，甚至能看到零件的水口。话说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是代工厂漏喷了漆啊？反正无所谓了，多这一块也不算多。反正总的来看呢，与其说是万代想偷工减料，这更像是万代搞配色实验玩大了扯到蛋了。当然了，这真不是给万代找理由开脱啊，丑这种东西呢，再怎么找理由还是丑，爹也是活该呀。另外还有一个大家诟病很严重的点，就是这个肩膀这两边的连接部位了，感觉就像直接架空了出去一样，这个角度正面看也确实很丑啊。其实做成这样的原因呢很简单，超合金系列除了加灯，齿轮关节也是一个不能违背祖宗的决定啊。那如果你想加齿轮关节，但又偷懒不想去重新修改 RG 的肩胛尺寸设计，怎么办呢？就是这么办的，我给它垫一节出来不就好了吗？所以说啊，这种偷懒根本就经不起推敲啊！真以为大家的忍耐底线都是很高的，在最重要的外观上，你动任何的手脚都只是对这款产品的亵渎。另外还有一个让大家炸毛的点，就是这个浮油炮的基座了。虽然它给了能正常还原沙扎比的浮油炮，但搞笑的是这个连 HG 都有的展开机构这里是没有的。当然了，我觉得这一定程度上其实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人家的卖点确实不是浮油炮，而是这两个大钳子。那大钳子的搭载也是在浮油炮的这个位置上，而且这两个钳子是真的重啊，这还没算上特效件的重量。所以这里如果是可展开的，搭载的时候就非常容易掉了。为了省成本省设计，设计成不可展开的也不是不行吧，这我认了。但是为什么浮油炮你不给展开啊？我真的是无了个大语，这里还装模作样的弄了个刻线，搞4个展开翼片的结构很难吗？这给的说实话真不如不给啊，摆 pose 根本就用不了。以上几个槽点都是挺致命的啊，那这台沙扎比自然也就拉垮了。但如果不去抠细节，也不去在意什么爆甲不爆甲的机构玩法，从单纯的一个整体上来看的话，这只沙扎比的表现还是值得肯定的。
比如说可动方面，在如此体型和重量下，其实做的已经非常的不错了。毕竟素体选的挺好的呀，这个可动几乎是跟 RG 一模一样的。首先这玩意儿是没有低头的，一点都没有，大概率是因为发光的机构直接把脖子的那段可动给阉割了。哎，无语了，整天就惦记你那个逼发光。抬头反而很不错啊，后帽檐这里是也没有阉割掉的，抬头能到30度多一点，但左右的侧摆同样因为脖子的阉割直接一点都没有了。转头倒是没有什么问题啊，左右都能平转90度以上，背包不干涉的话其实是可以360的。另外这里把 RG 的驾驶舱展开给阉割了后，所以只能通过这根小拨杆去转动头部下方的螺丝孔来实现眼部的转动了。接着来看到手臂，这里给了一段超过30度接近45度的金属关节前伸，肩胛有一段上抬幅度，同时下方的推进器也能上下活动，手感挺紧实的。360度转动这里也说过了是齿轮关节，但是这里的齿轮是比较密的，把持力度就一般般了，这里就主打一个手感了。平台的部分也是齿轮关节，主要是为了能 hold 住2个大钳子，卡齿也只有3段，但是每一段都非常的紧啊，导致这里的把玩是很难玩的。手肘的根部有360度水平旋转，也是有的。另外曲轴这里是值得说到的，肘部的整个装甲联动的过程都在，可以看到运动过程中的液压感下滑和手肘装甲的嵌套，180度贴住大臂轻轻松松，收回的时候还有一个锁止的卡扣。手腕这里保留了唯一一个的展开机构，手肘下拉展开后就能把里面的袖剑给拿出来了，替换成这个长的光束剑柄，还原成展开拔出光束军刀的样子。腰部这里的可动更是一模一样的照搬啊，首先左右只有45度的转幅，一模一样啊，多一点不多，少一点不少。另外可以看到是有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前倾的空间的，在上下胸甲的缝隙处，然而上半身太重了，这幅度也就基本等同于松动了。另外同样的，左右的两胸的缝隙也给了一小段微乎其微的侧摆，而且也很松，把持不住，与其说是可动，不如说是松动。接着是裙甲，侧裙甲能上抬个45度左右锁住，前裙甲能上抬到60度左右吧，幅度都不是很大，这里确实对腿部的可动有不小的干涉。不过翻到下面可以看到里面是有一定的内构细节的，喷口也是用的全金属的，另外后裙甲这里也有一个45度的上抬空间。大腿的前踢也是齿轮关节，把持的力度非常 OK 啊，基本上就是个铁坨坨的腿部上抬，也能稳在接近90度的地方。后踢也有大概45度的范围，虽然后裙甲没有什么干涉，但这里确实踢不上去啊。侧平台的幅度也是非常的给力啊，接近90度了。这里虽然没齿轮，但是把持力度很好，玩了好几遍了也没有松掉。然后是屈膝，这里相比 RG 是有一点点阉割的，但不多。上半段是全齿轮关节，下半段就是普通的关节了。上下加一起的话，能有个接近150度的屈膝范围。最后是脚部，这里的2小片装甲都能自由的活动。脚掌的前抬能超过30度，接近40度的范围。向后抬的范围比较小，大概就是在30度附近吧。脚掌可以做非常轻微的左右转动，大概也能转20度左右。不过最优秀的还得是这个脚踝的设计啊，这里专门做了一段金属的转轴，使得向内接地能到接近60度，而且把持的力度非常的优秀，这里强烈好评。不过向外摆会有金属喷口的干涉，只能到15度的样子。最后脚掌是有2段的，不过可以弯折的空间不大，大概也是15度左右。不油炮的基座这里也有一些摆动的范围，可以做一个大幅的向上抬起，这里主要是为了适配大钳子向前的发射状态。可动总的看下来，虽然本体重量超级重，不适合把玩，但拍一些很帅的 pose 还是不成问题的。而且如果打光合适的话，拍完在 PS 里拉一拉高光阴影，整体看上去其实还挺帅挺有感觉的。而且另外要说的是，这玩意儿的配件其实给的还挺丰富的。首先莎莎比的本体套装该给的东西一个没少，虽然都是机构阉割加成型色加拉胯品控，比如这把全身都是水口加飞边的枪，但至少是做出了一个能看能用的样子。甚至在地台方面也给准备了一堆支架的零件，用来给莎莎比摆它的常规武器。不过这里真的就只是摆上去，而不是收纳起来，这里完全都没有卡槽的，所以东西放上去一碰就掉了。手型方面也给了4对，握拳、握持、开掌和持枪的手型，依旧是让人哽咽的飞边和毛刺，这里确实是做的不行啊。不过有意思的是，竟然还给了一个牛高达上篮的手型，用来给福冈牛还原推阿克西斯的一幕。这手和驾驶舱竟然就给了全涂装的待遇，果然牛才是亲儿子啊！不过这个驾驶舱是不是稍微做大了一点呀？最后就是这对大钳子了，哇靠！我说实话啊，这涂装、这分色、这一印、这细节，感觉跟本体都不是一个维度的呀。感情这玩意儿他妈的才是本体是吧？
那还要什么沙扎比啊？总帅开着这两玩意儿飞不就完事了？我记得设定里面这俩也是内部有炉子功能的吧？那除了连接到浮游炮的基座上之外，通过一个和手臂的连接键，也能实现将钳子挂到手腕上的操作。不装特效键的话，把持力度是非常 OK 的，就是变成这姿势之后，不知道应该摆点什么样的 pose。另外，将钳子的机械臂展开后，通过自带的连接键连接，就可以还原出两个钳子连在一起的样子了。虽然不理解这个合不合一起能有多大的区别，不过倒是有一个专用的支架来把钳子给架起来，但是角度就完全不可调了，只能静态展示。虽然钳子的尾端也有展开的机构，但我觉得让这钳子真正出彩的，还得是那一吸速的特效键，都是超大超重的特效，这光束射出的特效大的都可以当短刀使了。首先把这个射出特效插到钳子发射口内，插到底的话会有锁扣锁住，然后拿出这种过载的电流特效插到发射口的两侧，连接的装位就是刚刚发射特效根部的那些洞洞。这个地方的组装手感真的是巨好巨顺滑，而且给安排这么高规格的特效待遇，果然这两钳子才是这一盒里面真正的本体啊！霸气的特效也让沙扎比这个灵魂的战斧也跟着沾了沾光，这几个特效做的是真的好看啊！好了，所有的素材也都全部剪完了，总结一下，这东西就是该做的好的地方呢，其实没好好做，一坨稀烂，到处都是偷懒的痕迹，反而没那么重要的地方呢，倒是做的还行。就这种东西定价2200，那绝对是天坑。但就像我怨念的，它毕竟一开始有它的稀有性，如果价格再能掉一掉，向它的前辈们学习一下，那还是可以买一个的。当然了，超合金这个系列一直都是在搞稀奇古怪的东西，做到现在唯一看得顺眼的也就福冈牛了。关键是福冈牛其实本体做的也很不咋地，尤其这个系列没有一台高达有腰部可动，就让人很难受了。其实这台福冈鲨跟福冈牛一样，作为高规格的魔玩来说是不合格的，当成普通的玩具又太贵。其实有一个身份是很符合他们的，就是福冈特产高规格纪念品，就跟你去迪士尼花大价钱一时兴起买回来的破烂一样，其实摆着看看还挺好，挺有特色的。但你要说收藏，那我绝对不推荐。